055大驱搭配的新一代潜艇杀手首次现身，这款装备究竟有何特点？它将如何成为055大驱的战力倍增器？为何说美军核潜艇的噩梦来了？随着高新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广泛应用，无人机的研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并在几场局部战争中频频亮相，屡立战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军事领域专家的密切关注。信息化变成了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课题中，无人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如今，随着军用无人机的升级与普及，在很多传统高难度军事领域，无人机已经参与其中。就比如反潜作战，在过去，反潜作战一直是各国海空军头疼的问题。潜艇由于自身的隐蔽性，加上降噪技术的发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敌区，并且发动突然打击。而多年来，各国也是反潜机、侦察船、潜航器轮番上阵来针对潜艇进行反潜工作。如今，专用于反潜作战的无人机也成为各国研发的重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自主研发的垂直起降无人机首次亮相，并且已经登上了055型驱逐舰。据获悉，这种垂直起降无人机主打反潜作战，同时能进行巡逻、侦察等任务。其侦察范围能达到1000公里，并且能长时间巡航。通过展示的照片可以看出，这种无人机同时具备旋翼与固定翼的特征。这种混搭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无人机发展的一大趋势。固定翼的优势在于飞行距离远、飞行高度高、载荷能力强、受环境因素小，缺点是起步距离长、成本高昂，主要多用于高空侦察、战略突击、锁敌作战。而旋翼是优点是能垂直升降，起飞距离几乎不受限制，空中停滞能力强，缺点是载重量有限，受环境因素影响，飞行状态大，飞行高度有限，主要多用于近距侦察、单兵突击、环境监控、空中摄像。于是二者一结合，055大驱上的这款无人机便兼具垂直起降以及长时间远距离制空的特点。在报道中也提到，通过搭配这类无人机，055大驱可以作为指挥中心，使得整个舰队有效地提高海域的覆盖率，而这也进一步增强了055驱逐舰的作战能力。相关人士分析到，中国研发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比美国的扫描鹰无人机在尺寸上要更大一些，但在长航时与制空能力上却有着显著的提升，这得益于其采用的平直翼无人机的气动布局。再加上旋翼动力系统给机身带来了稳定性的提升，同时也解决了舰载无人机无法在舰艇较小的甲板上起飞的问题。垂直起降让舰艇上搭载更多数量的无人机成为可能。当然，前面提到这款无人机主打的能力还是反潜。相比较舰载反潜直升机，舰载无人机的特点便在于体积小，储存方式更便捷。如果说一架055型驱逐舰一次出海只能释放一架反潜直升机的话，那么换成垂直起降的反潜直升机能携带4到5架，055大驱同时起飞多架反潜无人机，这样一来，舰队的反潜范围自然会扩大很多。而且反潜作战的一大要点便是在进行水面搜索作战的同时，也得注意自己作为目标不能暴露给敌方潜艇，不然敌方潜艇必然会做出反应，进行静默模式，更难搜索。因此，现阶段一种新型的反潜方式便是以大型舰船作为指挥中心，派出小型的无人机或者潜航器进行大范围搜索。而这样的反潜方式要比传统反潜作战方式对潜艇威胁更大。由于无人机相比直升机更具备隐蔽性，因此可以对海底的目标进行长时间追踪，洞悉敌方潜艇动向，并且将情报实时传输到军舰指挥中心处。而一旦要发动打击，无人机或投掷鱼雷，或为水面舰队指明攻击目标。而潜艇的目标一旦暴露，那就只能成为活靶子。因此，舰载反潜无人机也被称为新一代潜艇杀手。舰载无人机与普通军用无人机不同，是以水面舰船为基地，由舰面人员操控，会以全自动的方式完成整个飞行过程，并且可以重复使用。舰载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早期的空中预警、海上情报搜集、中继通信、电子对抗和探雷等任务，也可以进行反舰、反潜和反导作战。但舰载无人机研发难度较高，有效载荷较小，设计复杂，
其中需要运用到发射与回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和任务系统小型化技术。可以说，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尝试，但受限于技术能力，很多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在之后的多年时间到如今，许多国家都在努力研发制造更符合要求的舰载无人机或舰载无人机平台。而舰载反潜无人机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潜艇威胁，美国研制了 QH-50 舰载无人直升机，用于反潜作战。其主要武器为 Mk-40鱼雷，拥有不低于150千米每小时的飞行速度。这也是世界上一款军用旋翼舰载无人机。当时的美国海军为了扩大反潜覆盖范围，不得不让一些老式驱逐舰重新服役。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老式驱逐舰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全尺寸的直升机。美国海军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够携带1枚核弹或2枚鱼雷的小型机种。QH-50 舰载无人直升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虽然美国海军的想法是好的，价格低至10万美元一架，使用寿命可执行150次任务，平均下来一次任务成本不到700美元，但是每次起飞需要的助推器就要5000美元，还只是一次性的。所以最后美国终止了对于 QH-50 舰载无人机项目的投入。而且舰载无人机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早期的舰载无人机滞空时间短，飞行高度低，侦察监视面积小，无法连续获取信息，甚至会造成情报盲区。虽然被誉为未来战争的新型武器，但鸡肋的性能并不适合战争的需求。可以看出，早期舰载反潜无人机之所以没能发展起来，主要是受制于起飞助推器。但随着信息、新材料、航空推进等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舰载无人机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功能将多样化，留空时间和任务半径将不断加大，起飞和着舰能力也将进一步提高，使固定翼舰载无人机的舰上起降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其性能也在不断升级，如今也已经能满足战场需求，甚至成为执行特种任务的刚需。从如今军用无人机乃至反潜无人机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在部分领域能比肩甚至超越美国。这也是美国一直对中国无人机时刻警惕的原因所在。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核潜艇编队，70多艘核动力潜艇成为对手最大的威胁。而如果能将美军核潜艇的威胁大大降低，那么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同样将被迫下降。因此说，055大区上的新一代潜艇杀手有望成为美军核潜艇的噩梦。